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王丽霞被查了，这有什么意外的吗？谁说老习自己提拔的人他就不能再把他撸下来呢？在中国的独裁者眼里，他们才不相信什么嫡系、什么自己人，他们就信一个东西。今天我们聊聊中国官场的三条真相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。今天是美西时间8月23号。国内外媒体都在热议这王丽霞美女主席落马了，很多人呢在扒出来，一开始是什么老师、统计局副局长，一直干到正省部级。你挖人家这儿，他到底是谁的情妇？这有啥意义呢？今儿啊，我们跟你聊聊中国官场它的三条真相是什么。首先啊，人人他都是工具人，你只要是工具人，他就要做好被丢弃的准备。大家在看《人民名义》的时候，为什么祁同伟他非要上这个副省级？这个他就是一道杠。副省级以上啊，叫中管干部，中纪委可以拿你，监委可以拿你。这次王丽霞就是被上边，如果说省里边啊根本就不敢过问你的案子，这也就是人人往上爬的原因。但是你别忘了，你就是干到正省部长级，在那政治局委员，尤其是在总书记、国家主席眼里，那一样也是个工具人。在这儿给大家举一个鲜明的例子啊，邱会作呢，他有本回忆录，就讲到了自己在20岁的时候是如何成为一个工具人，又如何差点被抛弃的例子。大家不要相信嫡系，尤其是掌握一些核心机密的人，那关键时候就是要撸下来啊，给弄死他。1934年啊，那时候苏区没打过，要开始长征。既然是要跑离开自己根据地啊，有些金银细软啊，他就得带走，带不走就得毁掉。其中啊有两部分要解决，第一个就是钱，第二个是粮食。这个你可以带着，但是呢，走后勤部门啊，你信那些子弹厂、兵工厂和加工厂、榨油厂啊，你都得给它拆了，不能留给敌人。这活谁干呢？当时的副主席啊，就交给了供给部，后来呢叫后勤部，有一个关键角色叫机要员。这个人啊，不是别人，正是20岁的邱会作，他管着所有的兵力、枪支、弹药、粮食啊，后勤的供给，兵工厂、什么加工厂全归他管。他这脑子里啊，装的全都是核心机密。很简单啊，有些人伤员带不走的，那就灭口，说是抬到老乡家里养伤去了，哪来的老乡啊，直接埋起来了。后来啊，挖出很多万人坑，那些啊基本都是伤员，而且伤员都不用子弹，直接大刀就招呼了。你以为这个红军时期杀最多的不是敌人，恰恰是自己人。至于说苏区的万人坑啊，有时间咱们可以专门找一个专题哈。那他干了这么脏、这么丑的活，那迎接他的是什么呀？你是机要员啊，本身就是一个工具人，用完了该到抛弃的时候了。当时杀他的时候啊，很简单，政治保卫局已经签发了命令，像这种人啊，干了脏活，如果有一天说出去呢，那必须得灭口啊。绑上以后啊，押赴刑场的时候，他呢是命不该绝，碰上谁呢？碰上安排他活的周副主席了。周副主席啊，慈眉善目，那时候发现，哎，怎么回事？他也要处理吗？然后就问了那个政治保卫局局长，叫邓发。这个斩首的命令啊，恰恰就是邓发签发的。邓发呢，没办法，只能说咱们按老规矩办。那时候啊，周恩来说发了一点那个慈悲心，他觉得这才是一个20岁的孩子啊，让他跟着走吧，应该不至于叛变吧。所以说后期的时候，他提出，正是因为周恩来的一句话，我多活了70多年。你看，你掌握机要的人，你在当完工具人啊，你就得被干掉。别说是机要员了，连副主席一样，这个比王丽霞的职位要高吧。林彪当了老毛的工具，要你的时候说
你呀，咱这个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，林副主席呢亲自指挥的，然后什么四个伟大。当老毛要除掉这个工具人的时候，因为呀，林彪和他的五虎上将呀，就扮演了打倒彭德怀的工具。现在该到了抛弃你的时候了，因为他培养的那个新生代已经起来了，四人帮已经起来了，你这些就应该抛弃了。工具人嘛，党章标明的接班人呢，他也得抛弃。他就讲呢，谁说解放军是我缔造的就不能亲自指挥了？后来就问自己老部下，现在的总参谋长是谁？姓黄。哦，他什么人呢？黄永胜是林彪的老部下。哦，他讲了，什么总参谋长？打起仗来我就是总参谋长。后来呢，黄永胜后来不是也是打倒了吗？所以说，在这些高层的人的眼里啊，所有的人，你副主席、副统帅啊，都是工具人。那我们聊中共官场的第二条真相是什么？清洗是不可能停下来的，因为只有清洗才能制造恐惧，恐惧就能让人服从。在第二次庐山会议的时候，这个事儿谁说漏的？那还得是陈伯达陈伯达说了，老毛讲的这个运动，从建国打了天下，咱就不停的搞运动，什么三反五反啊，什么后来那个大跃进啊，他就讲运动啊，它本身啊就是目的，就是要搞运动，因为只有在不停的制造恐惧当中啊，我提拔了你，我也可以把你撸下来。那人人自危嘛，你自危的话，你不就得乖一点听话吗？你不听话，第二天就得搞你。你看今年啊，别说今年的这段时间，老习提拔了多少人？外交部长、国防部长、军委副主席、陆军司令、什么政治部主任、后勤部长火箭军司令什么省部级。王丽霞在这里边不也仅仅是一个女性的正部长级的小棋子儿吗？她提拔上来，现在把她撸下来，不是很正常吗？因为我看了一下啊，他担任主席啊，已经4年时间了，4年能干多少事儿，能贪多少钱？你要是那个主席，你能不贪吗？据现在一些半公开的资料啊，是他的哥哥承包了煤矿，听说死了100多人，网上报纸报了30多人，现在在上访，这是一个劣迹吗？这种事儿你能瞒得住谁？第二啊。听说他参与了一个100亿级的什么发电厂的项目又是他自己的嫡系搞的，这事儿很正常，哪个主席不搞钱呢？不搞钱能升到这个位置吗？所以说提拔的人同样要把他拨了下去，这个运动下任主席可能也难逃这样的命运。第三个也是中国官场一个隐秘的，作为最高层就不相信任何人，他的天下谁给他打谁给他做。那第三条很重要一点，只要你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，一把手的权力你有用不完的追随者，你是不可能缺追随者的。所以说跟他一起打天下的人，哪怕是亲兄弟，该动手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手软，因为当太监的，当这个随从的大把人在，这些人不相信任何的绝对忠诚，不相信任何的表白书，任何的保证，他只相信手里的权力。只要我命还在，就像现在老习似的，70多岁对他来讲最大的资本就是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这10年15年的时间。只要他身体棒棒的，他牢牢捏这个权力他怎么可能缺追随者呢？什么浙江新军什么这个闽系没意义，那些过一段时间不又成了工具人吗？新的人又会成为工具人，最终能让他信任的可能就只有血缘关系了，要么是姻亲，要么是血缘，要么是老婆，要么是儿女，要么是自己的侄子外甥，别人你也只能是个工具人，只要是工具人，你就有可能被抛弃。大家都在这个江湖要遵守这个规矩，好吧？今天给大家聊了这3条规律您觉得还有什么要补充的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，咱们明天见。